相信你一定听过那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跑马山究竟是怎样一座山，才会滋养出传唱百年的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在歌里，它浪漫、自由，充满想象。但现实中的跑马山真的和歌里一样吗？这里是情歌之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市，也是我来到这里的第2天。今天我要去爬那座久仰大名的跑马山。在出发之前，我们先不急着上山，先在康定的街头随便走走，吃一点当地的食物。这2500多的海拔，在这里的诊所呀、医药店啊都卖氧气罐的。好难爬呀！这些美照都是甘孜州。在剪辑视频的时候，我才尤其听到自己一路上大口喘气的声音。说实话，康定虽然海拔才2000多米，但爬坡上坎还挺吃力的。如果我们从航拍看，虽然康定市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但这里的市区面积甚至比不上一些城镇。另外，这座城市又是依山而建，坡地多，山地少，尤其是一边爬坡一边走路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呼吸跟不上节奏，空气好像变得稀薄了一些。身体虽然在正常的运作，但思维却慢了半拍。开门，南吴村村民改造成民宿，这一栋楼房从开建之前就定位是民宿了。这边，到了，我下公交车走到这里，花了15分钟，一路是爬坡，好累。这里纠正一个我的发音错误，这座寺庙念南摩寺而非南无寺，这不是普通的汉语读音，而是来自于梵语南摩的音译，意思是礼敬跟皈依，所以南摩寺更像是一句对佛法的致敬，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那么说到南摩寺，据记载始建于公元867年，距今呢已有1000年历史。它不仅是一座寺庙，更是康定地区藏传佛教历史的见证。千百年来，这里经历过多次的兴衰跟更替，从早期修建到高僧弘法，从不同教派的更替到元明清时期的往来跟加持，再到近代的损毁跟重建。它曾在历史动荡中被焚毁，也在1980年代后重新修复。如今的南摩寺不只是宗教空间，更是康定这片土地上千年信仰与人间历史的重叠。清朝的官员，南无寺，乾隆敕匾，财神牵象。在南吴村的最高处吧。上面好像是这些僧侣喇嘛的一个宿舍。好多花开了，在康定市能看到落英缤纷的小白花，修枝剪叶，看好大，这个。这南吴寺在南吴村的一个半山腰上啊，
就刚刚大概在1-2笔外呢，能够俯瞰到康定城这种现代城市，日新月异的车水马龙的一面。仅仅步行了100-200米，就来到了这个，就是这种城中暮鼓的古老寺庙啊，就是2种不同的时空啊，在这个高原山谷里相遇啊，让人不由想到这个川西北高原这一片文化信仰多样性的这种土地。下小雨了。护法神，8尊仙女护法龙女像。增长天王，持国天王。生死轮回圈。多闻天王，广目天王。前面就是著名的跑马山啊，因歌词“跑马溜溜的上山”知名海内外啊。给个袋子啊，我最喜欢吃的这个李子，大一点的8块。哪个地方种的？罗山。南摩村的村口是公主桥，在公主桥边上看到一幅巨大的壁画，我猜应该是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吧。在1000多年以前，这场跨越高山的远行不只是一次和亲，相传文成公主给藏区带去了农耕技术、历法、医药以及中原文化，成为汉藏文明往来的重要象征。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文成公主来过今天的康定，但后来康定成为了连接汉地跟藏区的重要节点。这是什么粽呀？这是腊肉。腊肉。对，腊肉。我们普通话没有那么好。听得懂，听得懂。这个酸奶多少钱？这个10，这个20吧。自由茶12。非常大肉排骨，今天吃啥子哈？怎么卖？这个53一份。猪蹄，那个藏族人嘛都喜欢吃排骨。猪蹄，这个多少钱这个28。28啊。土豆排骨23啊。30块钱，吃个午餐。木耳，这个萝卜丝啊，黄瓜丝啊，青椒，是牦牛肉吗？下面是白萝卜。吃一碗米饭。这些年都是吃面条、米线，有些时候没吃米饭了。现在下午2点了，吃个午餐。这一大碗的牦牛肉，哎呀，好烫！哎呀，
但这个牛肉味道一般，有点粉粉的，也不够入味儿。这个白萝卜辣辣的、咸咸的，这个挺好吃的。这个米饭不好吃，颗颗分离。老板，您是哪里人呀？我是广南人。广安的。但怎么会来到这里创业呢？我们也有个亲戚在这里干了30多年了。啊，你是哪里买的牦牛肉？就在下面市场。啊，你买他们多少钱一斤呀？我们买成37吧，38斤。开始吃饭就能听到哇哇的水流声，像下大暴雨一样。这一排都是这种快餐，有4、5家这样的，一个铁桶，跟着一直这样走，余光突然瞥到这个东西，心里一震。这里很多卖这个的，很大的面包啊，这是我的手。基本上每走个100-200米，又看到一摊卖这个很大面包的。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些越野爱好者在里面装备，然后报名啊、体检啊、签那个合同啊。有碎石又有大石，然后还有比较湿滑的泥土，然后这个坡度太陡了，建议就是选择一双抓地力好、刹车驱功能完整的。你会对他们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收获带来什么？这也是这部影片所传达的。You know, like if you want to go clockwise, it's the next direction. If you go now, you can have it. 在环贡盖越野挑战赛开赛的前一晚，主办方播放了一部纪录片《巴克利马拉松》。这是一场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的越野马拉松比赛，大约160公里，但距离从来不是重点。它没有固定路线，没有 GPS。参赛者只能靠地图方向感，甚至直觉在森林里面摸索前进，途中还要找到散落在山里的树叶作为打卡证明。几十年来，真正完赛的人只有个位数。这部纪录片里讲述第一位完成这项比赛的女性，我一直记得她在赛后说的一句话：跑到后面的时候，我很清楚我一定会倒下，但我不知道那会不会发生在终点之后。好像是经由这句话，我突然想到，任何艰巨的成功，没有一个是不愿意承担风险能够抵达的。既然风险如影随形，难道我就要知难而退吗？看了个越野挑战赛的纪录片，流了好多的眼泪。松茸菌菇、乌鸡米线、菌菇、羊肚菌。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菌呀？这个？应该是牛肝菌吧？牛肝菌啊。这个呢？松茸，乌鸡松茸。哦，这个。这是鸡松茸是吧？我以为是我想象的这种香格里拉的松茸。这汤好喝，浓郁。中午来这家吃，晚上又来这家吃。牦牛肉菌汤火锅都吸引不了我，都不如这个啊！又加了一个这个乌鸡腿，这碗汤是24块钱，加一起41块钱，康定的物价怎么样？鸡腿，蘸一下辣椒面，这鸡肉特别软嫩，加上这个甜咸的辣椒面哈，好吃，很嫩，一点都不柴，享受美食。这汤也好喝。康定的夜景美不美？
我在康定市旅游的第3天早上，刚好遇上环贡嘎越野国际挑战赛开跑了。那么说到贡嘎山，它被称为蜀山之王，海拔约7556米，主峰终年积雪，直插云端，是横断山脉最具标志性的高峰之一。那么从贡嘎主峰向北延伸，直线距离大约30-40公里处，在群山跟峡谷之间，就是我此刻所在的城市康定。而在康定市西侧的山体之上，就是我今天要前往的目的地跑马山。它并不高，却因为那首流传100年的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成为这座城市的符号跟名片。油条4块，豆浆3块，鸡蛋2块。谁学的？太长了，菜栗子，买点菜栗子吧。医用制氧机，这地方海拔2000多。开始爬山，跑马山。眼前这个建筑呢，就是跑马山景区的这个检票口或者售票口吧。未来呢，我估计可能要买票啊。那么它的这个观景栈道一路上山，你看一直升到山上面。我不知道现在怎么上去就在公主桥边一个这个建筑，我感觉这座城市要将这个跑马山景区打造成一个就是城市明信片一样的一个风景区啊，所以就在它最重要的一个城市节点的位置做了很多的那个，包括那座桥梁啊，这些建筑啊都是。问了一下，这个景观栈道还没修好，还在施工中。在升级打造中，上面全是工地。不让上山了，只能走一条捷径。从这里上来了，还没建好。跟人问了一个人，他说可以爬上山。未来可能真的要买票了。康定随着318这一条此生必驾的国道越来越火，那么它作为成都平原进入青藏高原的必经之路，那么这个城市也是蒸蒸日上，所以旅游业越来越好。南无寺对面，朋友们看到贡嘎雪山了，蜀山之王。只是现在云雾太多了，挡住了。跑马山位于贡嘎山北侧，跑马山其实是贡嘎山北侧的支脉之一。清代以来，这里曾是跑马射箭的民俗活动的场地，逐渐的成为节庆和民间聚会的空间。为什么这首歌会酝酿出一首《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情歌呢？待会儿去到山顶上呢，我们再讲。现在是两山之间的垭口吧。寺庙也杂草丛生了，因为从3月份开始，整个跑马山都封锁起来，进行这个景区的一个施工跟改造。这里好凉爽啊，都不想回广西了。这里每天穿个外套就很凉爽，一点都不怕炎热。出门也好，在室内也好，室内还盖棉被呢。每天晚上，因为我住的房间没有空调，没有地热，还有点冷，盖着厚厚的棉被还觉得冷。真的是十里不同天啊，一山有4季。你看这个是一个输电塔吧，还在建设中啊，电线都没有通到这里来。那里有那个缆车哈，
未来上山都可以坐缆车上来了。鸟叫虫鸣，含苞待放。远处的贡嘎山，云腾雾绕的山脚下，那个溪流声很湍急。看到一些小松鼠，看种下去的树吧，可能是。哇，还有这么远！哇，现在我说还有那么远的时候，我不由想起昨天在南无市看到的一句话，在墙上写着：“路虽远，行则必达；事虽难，做则必成。”加油！这空气太好了。特别的清新，感觉饱含负氧离子，贪婪的吮吸着这里的清新的空气吧。这些氧气是免费的，不像是在礼堂啊，你想要吸到一口满满的氧气，还要氧气罐或者是进入氧舱里面收费的。这一次我是有备而来的，因为在这个山谷里面。这个风源变幻，有这个伞以后，心里踏实了多。还有这么远，未来还能开车上去啊！路虽远，行则必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啊，走到这里，跑马山，这就是扬名世界的跑马山啊！相信你一定听过那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我连这都不知道。跑马山索道，你看这缆车都是很新的。打扫的阿姨，你好。啊，景区什么时候营业？这还不清楚，肯定是在说的是下个月营业。嗯。现在游客也能上来。你看木雅藏族婚礼博览馆，100多级台阶。你看那么多书店塔散落在山坡上。著名的318路过这里。你看，情歌广场就在那里啊，下面那里就是越野挑战赛的起点。现在是开幕式，你看，这座小城吧，蜿蜒着散落在这个狭长的、拥挤的山谷里面、峡谷里面，夹缝里求生存。我来的这3天，每天的气温、天气都是变幻莫测的。神一会儿鬼一会儿，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又下雨，一会儿又密乌云，而且变换的很快。爬上来虽然有点喘，但是很值得啊！就是感觉来这一趟康定之城，就因为这一趟爬山之旅都值了。还挺难忘的回忆的。你看远处那个冰淇淋啊，还能抬头看到雪山。这样的城市啊，可能在青藏高原啊，在这种雅鲁藏布江沿岸啊可能多，但是在这个中国的中部跟东部这样的山城其实很少的，所以说它还挺有特色的。感觉漫步在云端啊，横断山区。这里面是一个咖啡馆，好像是在施工中。这个景区修好了，来到康定城又多了一个观光打卡的地方啊，终于看到个别游客了。这里有一座白塔啊，是在修建中的一个咖啡馆还是什么的，音乐有关的一些设施啊。世界情歌，康定情歌，这个是一个悬空的高台，有点。
待会儿我们不走回头路了，从这边也能下山了，太美了。其实康定之城啊，我觉得最值得就是爬上这座山。从旅游的角度来说，看四面是这种高大的山峦，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输电塔啊，云雾都肉眼可见的移动。如果出太阳，这里又是另一种感觉跟风格。做了一面这个背景墙吧，上面写了一个喜字哈，就是应和它情歌之城的这种定位啊。那么情侣啊或者新婚夫妇的一个蜜月旅啊，可以安排在这里。这里海拔2800多，意味着垂直抬升了300-400米吧。那么10点钟开始爬的哈，大概10点50分吧，爬了50分钟。好，这个景区刚才走的叫云端走廊、咖啡厅、木雅藏族婚礼博物馆都在施工中，情人池、2楼餐饮、木雅藏族婚礼博物馆。哦，你看这停车场，轰轰烈烈的施工啊！这个圆台是一个跑马场，跑马场边上的叫木雅藏族婚礼展览馆。我最喜欢这个云端走廊，可以俯瞰康定市城区全貌。跑马场，未来是不是会在里面进行赛马呢？康定情歌今天成为了康定市的这个市歌了啊。那么这首歌就改编自跑马66的山上，如果不是这首歌，也许呢我也不会爬这座山。那么前2集影片我们聊到，康定自古就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在这条横跨山川的古老山路上呢，汉地跟藏区之间进行着频繁的物资交换。从汉地进入高原的有茶叶、布匹、铁器、粮食、手工制品，而从藏区走向内地的有马匹、皮毛、酥油、药材和盐类。来自不同地域的商旅跟马帮在康定汇聚停留，不断的交换货物，也交换语言、习俗，甚至歌声。而跑马山呢，正位于康定城的边缘，它不仅是一座山，更是马帮汉子长期赛马、射箭、民间聚会的地方。那马帮文化的流动，加上当地的66调民歌传统，在这里自然的融合，形成了最早的情歌表达。所以这首歌《跑马66的山上》是茶马古道时代真实生活的一个写照。白塔 White Pagoda 应该也是新修的啊。在航拍看到有个别人在这里转塔啊，现在就没看到了。这要在礼堂的话，那就很多人在这里转塔了。跑马山，一些工人在这里晾晒衣服啊，跟经幡一起。顺时针绕了一圈。
下山看到好多小松鼠，从山上一路小跑下来的，现在腿都要发抖。我跑了大概25分钟吧，就来到山脚下了。12点退房，所以我就是小跑下来的。下面是公路，栈道。这条栈道真好，如果当地居民来这里散步，那真的不错。朋友们，这里也可以上山了。这个修的高速公路啊，还在建设中，叫雅烨高速，真的是遇山开洞，遇水架桥。看了一些资料，眼前的高架桥是雅烨高速的一部分。所谓雅烨高速，就是从四川雅安一直延伸到新疆叶城的一条国家高速公路，也可以说是川西高原连接全国高速网的一条大通道。过去呢，从成都来到康定，在山里面要绕很久，翻越折多山。现在高速通了以后呢，很多人从这个康定去到成都只要几个小时。看着这些将建成的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不由想到古时候茶马古道上没有高速的年代啊，茶叶从汉地运进高原，马匹皮毛药材从这里呢又走向内地，人们要翻越多少的崇山峻岭啊！一条路走完可能就是要几天甚至10几天的时间。你觉得在没有路的年代，人们是怎么翻过这些山的呢？康定新城啊，就是对面。距离我住的康定老城那边有7、8公里，远处呢就是贡嘎雪山。这里属于是康定城区的最北端吧，基本上是，然后我就住在康定城区最南端的地方，距离的话7公里左右。因为博物馆那个地方既没有公共交通，也打不到车，所以我还得走路大概1公里、1.5公里到对面的秦阁广场那里才能打到车。康定市新城区生活垃圾中转站，新城区的楼房都更高啊，最高的感觉都有20多层。我从那个河谷的地方一路爬坡上坎啊，然后来到这个可能是秦歌公园，红军跟藏族同胞。哇！这家酒店也很无奈啊。它叫秦源大酒店，因为秦歌大酒店已经被注册了，就在市中心的地方。这家生意这么好，蘸水肥肠。这个城市啊，浪漫康定啊，好多小角落都开着这个小花。秦歌公园，对面是一个铜鼎造型的亭子，下面有人在打牌。然后呢，一些阿婆啊、奶奶还在转这个，可以说万物皆可转哈，转山、转塔、转玛尼堆、转金轮，甚至连这个都是可以转的。这种信仰无处不在。上面有龙，有这个仙鹤，各种。像今天我吃的那个乌鸡米线啊，那个汤特别浓郁。我问了老板，他说里面是一个菌汤。也就是放很多这些菌子啊，杉木菌、鸡油菌、牛肝菌，所以熬出的汤的话就是浓郁鲜美。包括这里的这个招牌美食牦牛肉汤锅呢，它也叫牦牛肉菌汤锅。到藏区了，我们必须尝一尝这个酥油茶、青稞酒，还有牦牛酸奶、糌粑。今天康定的气温是1到9摄氏度，哇，特别舒服凉爽。乖宝宝，
哦，公交车全程1元啊，挺实惠的。但是这个线路少，出了一身的汗，所以我把里面的那个衬衣脱掉，背到包里面了。然后呢，现在连贴身的那个专用外套也湿了，好久没出那么多汗了。康定商业休闲广场，这里卖虫草的，这里是一夜暴富的地方。人们有时候如果说收获颇丰的话，都是在这个刷那个虫草。野生灵芝。怎么卖呢？10块。啊，随便选。随便摇。哎呦，我说你大众。哇，10块钱那么多菜啊！啊，真划算。哇，刚才那个红豆跟酸菜，我可太喜欢吃了。待会儿我就来这里吃。出发了。这个昨天10块钱买的奶渣，感觉我吃不惯，我看房东要不要。这个昨天买的，你吃嘛？谢谢大姐们啊！吃着快餐，那个快餐车没了，还想在他家吃个快餐呢。看康定的气温多舒服啊，2度到11度。一点腌萝卜，这就是豌杂面，不加辣的一个煎蛋，2块钱，合计17块钱啊！喜欢吃干拌的，肉酱豌杂已经碎了，碎成汁液了，裹在这个面上，挺好吃的，入味儿。如果能吃辣，那就更爽了。情歌之城康定，坐这个9座的商务车150元，3个多小时到成都。坐大巴车要4个多小时，便宜10几块钱。刚到汽车站就被拦下来了。随着这集影片接近尾声，阿树此次的川西之旅的全部内容就分享完了，共10集影片。但川西之旅只是告一段落，未来横断纪事还会继续。这10集影片里面有没有哪一集让你印象深刻呢？曾经我也去过香格里拉、丽江或者是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但是论拍影片来说，这次的川西北高原是我去过海拔最高的地方拍摄旅行影片。我在这里有开心，也有疼痛，有欢笑，也有落泪。我想我会一直记得这趟旅行，很开心一路有你的同行。我们下一趟旅程再见。